觉得你现在你就像柴犬我没有问你这个题我没有问我知道你没有哦，所以我很想我没有想要让你回答这那柴犬我是柴犬，很固执啊，很固执，然后就一点点改变就会鸡飞狗跳，哪有就会大吼大叫。小玉，我是 Zephyr。我们常常都会有不想要上班的状况嘛，对不对？对啊，对，所以我们第一集其实在谈如何摆脱社畜的困境，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进阶到不要困境，直接不要上班。对，连上班这件事都非常厌世，不想要朝九晚五，还有睡眠不足，还有我也不想要有老板。哦，对，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工作也不适合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但我们就是需要生活，就是需要吃饭，也就是需要钱。对啊，没办法。好，那我现在就在思考说，我们不想上班其实是有可能的吧？也不是可能吧，就是谁想上班？对啊，所以我们想说，有没有真的不用上班，但是你能够好好过生活的一个具体方法？对，可能就翻刑法。刑法跟刑法有什么关系？就骗人啊，或什么你就可以自己一个人玩。这是上一集的主题吧？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在网络上做诈骗，这样可能快一点。可以自己一个可能可以稍微可以玩，时间也自由，在家里工作就可以了，而且远距。对啊，那钱就会自然进你户头。真的，这样也不错。边际效应会一直递减，因为那个风险就越来越大，然后一口气被抓就没有了。这样对，这样子好。那我就想说，其实努力思考一下，不想上班其实也是有解套的。真的对，因为我觉得想一想，为什么有一些人好有钱的人，他们其实也没有像我们想象中每天都去上班工作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可以富有？然后我们从他身上也有学到所谓的富人思维。对，那富人思维其实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所谓的富人就是他们其实能够寻找机会嘛。那相对于穷人啊，穷人其实都是很爱抱怨的，就像有可能我们就是社畜，然后一天到晚只能抱怨说今天中午没有多点时间吃午餐啊，然后少睡了15分钟。对，就是这种琐碎小事。那这种抱怨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在的困境。对，那富人的话，其实他们很容易就会从危机当中找到一些可以解决的方式。所以我跟你讲我说老实话，我其实好久已经没有那种不想上班的心情，就是我没有想过说我可以不用上班。我会觉得烦或什么，是有一个后来是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伊隆马斯克跟黄仁勋都这么有钱还在上班，我好像没有理由告诉人家说我不想上班。但是他们的心态会跟穷人不一样吧？他们就应该是真的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工作，然后在工作里满满的成就这样子。对。那因为穷人其实一般人啦，其实爱抱怨，可是他又走不出他现在所谓的舒适圈，就是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他是很难逃脱的，因为他踏不出去嘛。对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觉得富人为什么可以致富，其实他有一部分是像你说的，他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很多所谓的商机，对不对？还有他们愿意去冒险去做一些目前可能市面上去找出不同的点切入，然后少人做没有人做的，然后风险可能比较高的。对啊，愿意冒险的，你不可能住在家里，然后不付房租，吃饭妈妈弄，然后又在抱怨家里，然后又抱怨工作。你有这么多抱怨，你要么就搬出来自己住，要么就换工作。你不可能永远都在，你就是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轮回。什么？你不可能祈求你每天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结果会不一样。
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大概都是比较安逸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啦。他们其实会想说，我用不变应万变。那就都不要变，那就不要抱怨。对，不要抱怨，对啊。可是没办法啊，因为一般人大家都会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这么惨了，我也不太能够做什么额外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对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想想看，就是如果你一直待在原本的地方，那你其实也就是让你的心性都一直处于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只是从痛苦当中找寻一个比较不痛苦的状态嘛，其实都一直活在苦里面呢。可是或许会不会是因为在这个其实这个舒适圈一点也不舒适，但是因为这些不舒适是熟悉的，对，就是因为这些痛苦是熟悉的。因为你如果走，你会知道你现在很辛苦，但你知道其实走出去还是辛苦，只是那些辛苦是你未知的，你就更害怕。那你现在在抱怨这些，至少这些东西是你熟悉的，不是？对对，所以会觉得他就是一直处于在这种不舒服但又怕更不舒服的状态。对啊。好，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要脱离所谓的有老板啊，想要自己过得开心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学一些富人的思维，挑战一些让你不舒服但是有挑战性的事情。比方说像我来说，我觉得我想要维持身材，对，那维持身材的话，你必须就是要逼着自己，比如说饮食方面的调整啊，然后还要常常运动健身，这个习惯的维持。说真的，我想要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我其实都觉得做不到。对，这对我来说是有点辛苦，因为你要维持一个习惯，一直是长久的习惯。对，像不是那个我们小时候把刷牙、洗脸、洗澡这东西养成习惯，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养成的啊！有人也是都不洗呀，到时候就妈妈骗妈妈说啊，我有洗了，其实根本没有。对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部分都有养成这个习惯嘛，那就表示都忘记当初是怎么把这些小动作变成一个每天都得做的习惯。没做你其实会觉得怪怪，虽然还不至于怪到活不下去，但是你自己就会知道说不能超过太久这样子。可是运动我不晓得对我来讲也是很难，我就很容易觉得啊，今天有点热啊，今天风太大今天好像快下雨了各种理由都可以不想去。对啊，然后今天刘海不太顺，对对对，我也觉得我今天等一下还要会要用脑的事情我这样太累，我等一下会没办法工作，然后我就会用各种理由没有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啊，就很奇怪。对，但是我觉得一般真正的使用富人思维，他其实会希望说我们能够一直去挑战你现在不足的地方。对，难怪他们现在就是比如说 AI 科技这么的发达，他们也是不断的在挑战人类的极限嘛。对啊。然后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其实像很多的 CEO 他们的行动模式，他们其实都有分享，每天其实我们可以花1个小时去做一件长期有价值的事情。例如学习，学一个语言，对，学一件他可能之前没有学过的技能，对，可能是跟原本的本业不相同的技能。对，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很多成功的名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好，再来就是投资。对，他们也会觉得说啊，我们今天都学会了投资的部分，而不是用我们原本固有的思想，就是把它全部存在银行里面。所以学习投资也是一个让你可以不用以后这么辛苦一直在别人底下工作，那你可能有机会翻身致富的一个方法嘛。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也是运动健身啊。我听过很多大老板他们说他们觉得你
最大的富有其实来自你身体的健康。确实对对，不然都拿去付医药费。对啊，因为他们也希望说，他们会认定说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比其他财富来的还要放的比较高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的，就是社会定义或是世俗定义里比较人生胜利或是成功的人，我身边的人啊，他们好像都有很重的，就是非常长期的阅读习惯。对，他们的阅读一直都是属于各种阅读的范围很杂，然后甚至就是长期一直不断在阅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学习这个东西对里面一部分，你要把阅读养成习惯。对，他们的书单或什么都可以好多，各种各式各样的。对，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了解整个产业、整个趋势变化嘛。那可能从很多不同领域当中，可以找到他真正能够琢磨的、能够切入的一个点。对啊，因为像他们也需要看很多历史，对，因为他需要知道整个不管是经济，或是他想要知道这个产业的过去、现在。才有办法知道可能的未来如何，所以历史也很重要啊，就不是因为它发生就无所谓这样子。对，那我其实对我来说，如果要每天花1个小时去做一件长期有价值的事情，我现在会觉得对我来说是打坐。对。那打坐其实是我觉得是整个改变所有不管是内心的修行啊，然后你的思维模式，以至于你的行动的策略都会因为这样而所不同。对。像因为我也有打坐，因为我打坐1小时是就跟刷牙洗脸一样，是本来就会做的。那有时候没有到1小时，有时候可能是15或半小时这样。那我在想说，如果我再加一个运动，也是1小时或半小时，我一天就要有2小时，我一天睡22小时。对，越学越多东西之后，时间被压缩掉。但是你会觉得这样子对你造成压力吗？其实不会，因为打坐也是说老实话，打坐养成习惯到我每天会时间到我就自然会去做，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想办法养成的，就一种内化的感觉。对对对，我就会觉得时间到没做那个，其实我做其他事情也不安心。没有办法，就算看电视或对，或是看手机，我都没有办法很投入的。然后我就会想说，那赶快去做好了。那你会不会宁可把看电视的时间拿去打坐？会啊，因为其实打坐对我来讲，就是洗澡是洗我们身体的肉体的，可是打坐1小时对我来讲是把我身体心灵还有脑部意念的各部分都洗掉，那等于就是让我有一种重新格式化，电脑重新清过了的感觉，就是我会有一种好，今天就有人被画了一个，就是好，今天的所有东西好跟不好都到此结束，我都处理完了，我可以安心去睡觉。就是有一种重新检视一下，然后你回想一下今天的整个过程之后，就是到这边结束，然后明天再重新开始，就是新的一天。然后目前就是我会就检视我一整天下来，都算是在满意的状态，都是算我自己可以控制，然后我都清清楚楚每1分钟发生什么事这样，然后不舒服的事情也把它处理掉，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时间就是没有被浪费掉。对，我就觉得这样今天一整天是有价值的，对我来讲。对，好，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也可以纳入当成它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对，因为创造力，对，因为我们平常常常都在消费嘛，那我们从消费的模式当中，或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创造模式。好，例如你平常你爱吃的东西，那你可能是要花钱去买。对，那有没有可能你喜欢吃的甜点，你可以自己
来创作或自己做这些甜点，然后外卖，然后让它也变成你的一个收入，对，那或许你的兴趣或是你的专业也可以额外变成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对，那还有啊，旅游的话也是啊，很多人都在那个 IG 或是 YouTube 分享他的旅游志或是旅游的经验。对，这些其实也都是额外我们可以从身边你熟悉的技能，或是你先把原本你的消费的模式转换成另外一个创造的模式。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办法想到你的创造模式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强迫自己去创造，或者是练习自己不熟悉的模式的话，就是用左手写字。左手写字就是你非惯用手去做一件事情，比方你就用左手刷，我是右手嘛，对，你就用左手刷牙，然后你手机就拿左手，你先练习从你非惯用的那边那一只手开始去动作，你其实也同时在刺激你比较少用到那一部分的脑部，然后你才就是或许那些创造力灵感就会跑出来，就是我原来我可以试试看怎么做。对，所以我觉得像你平常你不是对于宠物这个部分，你是因为很喜欢吗？猫猫狗狗当然了那我实在太讨厌了，所以我要照顾他们这样所以一样啊，你是喜欢猫猫狗狗之后你才会开始有所谓的这样子的走这样的方向的事业嘛，对不对？对啊，就是真的喜欢嘛。对，所以对你来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啊，然后各方面你想创造是因为你同时想要创造你跟他或是他跟他的主人之间更好的生活嘛，那你就会去想更多有趣的事情。对，那当你真的喜欢这件事，可是我怀疑现在很多人的工作是自己的兴趣了。我觉得你的工作同时是你的兴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了，所以好像不能要人家说你要在工作里面找到乐趣，就有些工作还看起来就真的很无聊这样对，哪来的乐就没有乐趣啊。但我觉得至少你不要真的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至少对你的每一分钟感到热情吧。你知道你自己每一分钟在做这件事情至少是保持着稳定的，然后你每一天都脑筋清清楚楚的做完，无关你喜不喜欢。这或许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常讲到一个所谓的舍心啊，就是你能够平等然后稳定的去，不要太多的喜欢不喜欢分别心去做这件事情。无关你身边人，他就是钱而已，你就是要用这些行为来换钱。对，但是我们要先说明，你不要在网络上诈骗别人，对，不要这样，这不行。对啊，就不要做这种伤害别人的事，也不要用感情来。对啊，不好。对，好 ，OK， 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真的不想上班，那我们其实有更多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创造的方式，然后也可以一样得到这样子的条件，好好的过生活。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要换跑道我就觉得你看腻了猫狗没有，我是不想跟人相处不管我再怎么喜欢动物，我最终还是得跟人相处，我就觉得好痛苦这样。我就觉得我始终好像没有办法跨过那一步。后来我自己跨过那道高山时，我开始我会接触到人当动物观察所以今天来的是那个米克斯吗？或是像黄金猎犬一样的客人，然后我们的同事就像是那个狐狸，或是另一个同事就像吉娃娃。对，就你会我想知道他们知道这些吗？还好他们都离职是不是因为这样他才离职？我想说这是怪老板吗？没有啦，就它是一个自然的离职的缘分尽了，没有任何不舒服。对，但你就会感觉，就当我这样去看它，好像我找出一点乐趣我就会发现哇，它的
他的愤怒，他的指责别人，或他的不高兴，你就会好像看到那种很小只的小动物其实是很害怕，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一直用不断有攻击性，或是非常刺激，或者是非常很怕没有被看见。对，他其实是恐惧。对啊，然后有些就是就是好像一直就是像大型狗狗那种黄金猎犬，然后都好好，你怎么弄它都笑笑。可是到一个极限，他们都还是有可能会咬人。对啊，然后对啊，然后就好像用这个角度看就比较有趣一点。好像我就会开始去收集人类比较属于哪一种动物。那你觉得你自己呢？我自己比较像比较偏向狐狸吧。你也是狐狸？就猫跟狗之间我不完全是狗类那么亲人，但我也没有到猫那么的独立高冷。对对对，我就虽然猫也不一定完全独，反正我觉得我就介在中间，就是两边的个性总和这样。我是可以独立生活、独立相处，然后从本来没有那么喜欢人，慢慢对于跟人相处，好像找到那么一点点我有可以着眼、有兴趣着眼的地方，不会再那么的对我来讲那么的辛苦。对，所以我好像自己就找到那个平衡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你就像柴犬。我没有问你这个题，我没有问你所以我很想我没有想要让你回答这个。我是柴犬，很固执啊，很固执，然后就一点点改变就会鸡飞狗跳，哪有就会大吼大叫。他们就对于新的东西的就是适应时间会拉很长，然后他们就是那种下雨天，我是有那种一定要草地才肯尿尿，下雨天就刮风下雨，他们都得出去，你就会比较像这样子。幸好柴犬是可爱的，我也蛮喜欢的。对，但像日本柴犬会咬人。哪一种狗狗不咬人？对啦，对啊，但就是你就会比较像，然后你对人也是其实没有喜好，就是偏好就是非常明确，喜欢跟不喜欢。所以柴犬也是这样。对，就跟你比较像。我们这一集有要把自己透露成这样吗？宠物化。对啊，那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啊！你会从一些动物就觉得这或许就是对啊。好，那我会好好回去思考，我是前辈子是柴犬，也蛮好的，蛮可爱的。对啊，幸好是可爱，漂亮的，这样我可以接受。OK，好吧，那就先这样咯，拜拜，拜拜。